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昨天才公布了新的统帅跟一些爆料，没有想到今天版本公告就来了，叫亚瑟王归来。那么这里我是已经看了国际服跟国服的更新时间，国际服会在1月7日更新，国服会在1月9日更新，更新时间依然还是3个小时。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力统帅亚瑟王降临，我们可以通过王者试炼完成任务连线，然后获得亚瑟王，但是不是完全免费啦，它只是获得本体而已。想把亚瑟王觉醒依然还是需要使用金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用亚瑟王，但是我在前面就有说过了，亚瑟王是我们第10代的骑兵，也就等于说在 KVK 3之前的玩家是没有办法获得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玛雅文明也是跟着上线了。在昨天的影片就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新的玛雅文明真理是什么东西，然后那2位新的统帅，不过还没有介绍技能啦。在版本更新之后，我们也可以去试用西亚卡克，也就意味着西亚卡克就是传说级统帅，连续7天签到就可以获得史诗级统帅。瓦克查尼尔阿豪也就是6天夫人，还有包括一些新文明的活动，再聚首就是召回我们的老朋友回来。下一个就是春节系列活动啦，那么现在我们的活动是7000宝石活动，也就表示着下一次新年的活动可能是联盟活动，就是说需要消耗宝石或者是花钱购买礼包的活动啦。我觉得联盟活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同盟友一起装扮灵蛇花灯，消耗新春花灯就可以获得灵蛇福袋，还有连续7天的活动完成之后就可以获得奖励保护物资。赛罗利的决战我记得好像是12个玩家一起去战斗的，这个还蛮简单的。新春签到就可以获得传说级统帅，但是这边所说的是雕像啦，有多少颗我就不确定。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派红包，并且跟城市里面的统帅对话，有可能可以获得红包55。那么很久没有更新的文明之旅也会上线中国篇，纵览万里江山，千年盛景55。那我看到这一次更新的时间这么早，我原本还想着说新年活动会不会分开另外一个版本更新啊，没有想到一起更新，表示说1月其实还蛮多活动可以做的。下一个其他活动包括军器转换功能上线，会需要用到转换石，转换之后会保留着你的普通铭文还有你的3维，但是你的专属铭文还有专精铭文就会转换过去另外一个阵型之后的专属跟专精铭文。不过这边有增加新的东西啊，新增主导者类别下的成就，可以根据获得传说品质军器的数量获得对应数量的转换石奖励。那这边就有可能说，如果你获得军器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可能你拿到的转换石也会比较多，所以一般有购买军器礼包的玩家可能会拿到比较多的转换石啊，这个只是我推测而已啦。接着失落之地征战成就也会增加转换石奖励，但是只有在更新版本之后的失落之地才会有，同时增加了新的每月限购礼包气象新生，这也就意味着转换石其实也是可以通过礼包获得。这个情况就跟洗炼石差不多。然后传说统帅置换活动也来了，选择2位传说统帅，使用传说统帅置换券交换他们的技能等级。 OK， 在这个东西呢，我看到一个观众纠正我，这边说是2位传说统帅互换，而不是说让我们可以换掉2位统帅这个真的是文字游戏，所以正确来说我们只能替换掉1位统帅而已，但是这里的描述写的好像我可以换2位那样子群英竞技参与活动获得积分，使用积分招募还没有获得的传说统帅。还没有获得的传说统帅，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活动啊！因为正常来说我们玩的一些活动都是需要我们召唤之后才可以获得他的雕像，但是我觉得太新的统帅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活动获得。下一个新增签到送酒馆统帅的活动，这个我在昨天就有讲过了，只能开出黄金宝箱跟白银宝箱里面的统帅而已第5个部分失落之地相关优化，首先是聊天的功能，新增聊天大厅替换话题版的新话题分栏，以后玩家可以在聊天大厅中以常规模式进行失落之地聊天。其实讲真的，我不是很喜欢现在更新的版本呢，虽然是可以分开话题去聊啦，就是不会全部混在一起，但是不懂怎样讲啊，就是觉得不喜欢。新增话题创建功能，玩家可以将聊天大厅中的文字或图片消息创建为话题，当话题成为热门话题后，可以在热门话题分栏中查看。我不确定他这里的更新讲的是不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参与不列颠之王的玩家呢，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版本更新了。在这个更新之后，它会变成时事话题、热门话题还有标签话题，就比方说你想要保留这个话题的话，就可以按标签，它就会储存在里面。
你就可以随时跟进你想要看的话题。如果你不想要看的时候，你再点进去把那个标签移除掉就可以了。下一个是优化不列颠之王的更新，在这个剧本中的编年史内容，现在的章节标题和描述将根据英格兰维京不同阵营来展示了，但是每个章节的任务奖励及解锁的内容不会受影响。优化地图增加了新的劫掠城镇外观类型，优化了部分兵卡的描述。第3点，相信是大多数拉野玩家想要看到的更新，优化了失落之地中野蛮人的刷新规则。大地图上将直接出现足量的野蛮人，肯定是够你们去拉野的。因为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一大堆玩家在那边拉野，根本都不够拉。第6点，重置版相关优化，新增了部分征服赛季剧本重置版地图，后续开启报名时将可供选择。也就是说，我们要玩新的版本还是旧的版本，是由国王来决定吗？我本来还想着说，可不可以让我们自己去调整那个画质，没有想到最后决定权居然是在国王手上。新增了 KVK 1至 KVK 3的失落之地重置版地图，因为 KVK 1到 KVK 3的地图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重置会比较简单一点，而且是默认重置啊，所以如果你们要替换的话，就要手动替换。而且在版本更新之后，如果你的王国是第一次参与征服赛季的话，都会被替换成重置版地图，就是说重置版的英雄战歌地图啦。不过下面有注明到，以上重置版地图都支持切换回经典版，也就等于说可能我们可以自己手动调整。第7个部分，埃及之战优化了白银战场的美术表现。其实我很久没有参加白银战场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地图发生什么事情啊。新增了黄金战场一键召集功能哦。报名时若队内有非联盟成员，可发送邮件召集该执政官。毕竟有一些玩家在报名了埃及之战之后，就会去到别的联盟，用这个方式召集，其实还蛮方便的。优化了进入埃及之战的体验，队伍前3名的指挥会固定出现在安全区最前的方位。优化了埃及之战设置职责的体验，在开放前都可以替换职责。埃及之战只能使用当前王国对应赛季所允许使用的统帅，也就等于说，如果你是旧的区域移民去前面，想要用新的统帅来打的话是不可以的。赛罗利迷津的优化，讲真的，这个活动我打过一次，我不想再打了。打一次要消耗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下调普通难度的数值，让通关迷津变得更加轻松和快速。优化匹配算法，勾选跨战力匹配时，也将优先匹配到与自己实力相近的队友。新增局内新手引导，要引导吗？其实这个活动还蛮简单，就是很花时间而已。升级了赛罗利迷津的地图美术效果，这个升级来干嘛？优化战斗页面中执政官剩余的兵力、伤害占比等信息的显示方式。新增局内敌方部队的信息展示，点击敌方部队即可查看其技能和战斗机制。我觉得这个更新还不错。新增排行榜将根据所有执政官队伍通关的时间展示排名。这个是要拿来干嘛？拿来炫耀吗？拿到更高的排名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奖励吗？这边都没有写。新增组队阶段房间聊天频道，现在可以在匹配阶段更好的和队友沟通了。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蛮重要的。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不能全部玩家都选择输出，全部玩家都选择坦克，我们要分输出、坦克还有辅助，不然你的部队会一直死掉，这样子你就很难去完成了。所以增加了一个聊天频道，至少我们可以说一下要怎么去玩，要分配谁做什么职责。通关之后结算流程将展示队友们的贡献及对应称号。新增了传奇难度，该难度下通关迷津将获得额外奖励。虽然是有额外奖励啦，但是我觉得它的额外奖励呢，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啊，除非他给我5颗金头啦，可能这个我还可以接受啊，因为这个活动真的太浪费时间了，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玩。其他相关优化这边有一点长，我们慢慢看。战役界面优化日落峡谷及失落峡谷有挑战次数未使用时没有红点提示的问题。优化界面布局当前未解锁的模块不再显示空白状态。那其实这边所说的优化，就是我在之前有做过影片跟大家讲过的韩国社区反馈里面讲的东西。不过这边没有提到远征啊，因为远征真的太多玩家一直忘记去领取了，我觉得远征那个也是要改回去。第2点，快捷键战斗开关将在场景战役中显示并生效。因为在一些副本活动中，快捷战斗这个按钮呢是不会出现的。不过我发觉到用快捷战斗这个按钮来打架呢，其实时常会发生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点中敌人的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用拉的方式去拉敌人。
用点的方式有时候点的并不是很精准，又或者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点中敌人呢，所以我还是用回拉的方式会比较习惯一点啊。这个是针对于平板还有手机的玩家啦。第3点，将25等级的商战运输的容量上限从原本的500万变成1000万，这个也是在我之前的影片已经跟大家透露过了，所以这个也不算是惊喜吧。第4点，联盟标记、军团标记以及埃及之战指挥标记中增加了2个倒数计时标记哦，可以自定义设置标记文本与倒计时时间哦，这个真的是好的更新，因为有时候指挥啊，他们是用标记的方式来指挥的。比方说集合标记，可能你会教大家什么时候集合，然后什么时候要冲过去啊，就在那个时间我们冲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消失，这样子会比较方便。第5点，联盟技能五谷丰登调整啊，这个在之前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玩家说了，如果是9等级的五谷丰登就会召唤7等级的资源点，10等级的五谷丰登就会召唤8等级的资源点。因为现在我们王国里面可以采集的资源点等级也是提升了，所以它这个也是要跟着调整，不过它这个调整其实有点迟了。下一个也是我之前有透露过的，休假许可数量及上限调整。虽然这边说会调整，但是没有说调整的数量，而且后面还有说到一句会根据王国的活跃度而调整，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先锋王国可以拿到的数量可能比较多一点，然后一般王国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多。如果一般的王国存到太多的话，就可能变成说整个王国的人都不想要打架。优化了奥林匹亚之巅的匹配算法，匹配机制将会更加公平，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增加了6天富人的统帅叙事，哈，这么快？这统帅都还没有出现就已经说会出他的叙事了。第9点，更新了连击伤害副文本的内容，使得它更加准确易懂了。这应该也是为了亚瑟王而做铺路啊，因为有些玩家一直去问官方客服，这个连击伤害是什么鬼来的？失落之地结算后遣返至原王国的时间由3天变成2天，但是只有在版本更新之后的失落之地才会生效。以上就是亚瑟王归来版本更新公告，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觉得大家比较满意的可能就是那个运送资源吧，之后不用运那么多次了，比较方便一点，运送也比较快一点。至于其他东西，大多数都是说什么美术重置、美术的那个调整之类的，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再来就是军器咯，军器置换啊，统帅置换应该也是蛮多玩家期待的。还有就是新的统帅亚瑟王，除此之外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让我们期待了。至于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